欢迎收听华瑞投银观点。费城半导体指数今年狂飙了接近 65%， 同业平均涨幅达 50% 至 70%。 然而曝光机龙头艾斯摩尔股价仅涨大约 35%， 严重落后。这究竟是市场短视，还是其面临瓶颈？顶级投行瑞银最新深度报告给出肯定答案。瑞银将艾斯摩尔列为欧洲半导体首选股，并将目标价从每股1600欧元大幅调高至1900欧元，上涨空间达 52%。 瑞银指出，市场对设备周期的担忧已过度，一场由记忆体升级、逻辑芯片扩产与高数值孔径三大引擎点火的黄金周期已拉开序幕。首先，市场普遍担心艾斯摩尔无法及时交付设备，然而经过详细数据推算，瑞银认为这种产能瓶颈担忧被严重夸大。事实上，艾斯摩尔在2027年的实际产能足以支持全球领先制程晶圆产出达到超过 50% 的按年增长，远高于预期 25% 至 30% 的终端需求。这背后被忽略的关键在于低数值孔径曝光机升级带来的产能改进。低数值孔径 EUV 的吞吐量改进能为艾斯摩尔贡献大约 20% 的额外隐性产能。2021年其产能规划是基于每小时曝光220片晶圆，然而到2027与2028年，随着最新的 3800F 机型投入市场，每小时将曝光260片。折算下来，原本规划的90台产能实际上相当于当前技术条件下的100台至105台曝光机。瑞银指出，在 DRAM 制程中，最新的 3800F 机型相比于旧款 3600D 带来了 87% 的吞吐量提升，而在逻辑晶片领域也带来 11% 的效率成长。华瑞认为，这代表着艾斯摩尔正在经历一场软硬体双重优化的无形扩产，其设备对晶圆厂产能成长的实际贡献正被市场大幅低估。另一个推动艾斯摩尔业绩爆发的超级引擎是全球记忆体晶片周期的强力复苏。瑞银指出，如果投资人在未来1到2年内看好记忆体，那更应该看好艾斯摩尔。预计到2026财年，记忆体业务将占其总营收的 30% 至 35%， 远高于同业。这种报险为其带来极强业绩弹性。在2020年至2025年间，艾斯摩尔的记忆体营收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 23%， 而同业平均仅大约 6%。 这种增长的核心在于制造商对精力微缩的极致追求。瑞银指出，透过制程升级，制造商可以在每片晶圆上多塞入大约 30% 的精力，例如从 EB 升级到 EC， 这是无尘室空间受限时提升产能的最佳途径。制程升级也带来曝光强度的成倍提升，曝光支出在整体设备中的占比将从2020年的 11% 提升到2025年的大约 15%， 并在2027至2028年进一步飙升至 15% 至 20%。 到了2027与2028年的ED 制程节点，制造商将需要额外增加1到2层的极紫外光曝光层。这项趋势也得到了美光科技高层的公开佐证。瑞银指出，美光在法说会上表示，计划在最新的 eDelta DRM 节点中扩大采用最新一代 EUV 曝光工具，优化无尘室空间，并在微缩时实现图案化曝光优化。华瑞认为，记忆体制程向 EUV 的技术跃迁是刚性趋势。在先进制程产能吃紧的当下，原厂为了追求极致的成本效益与运营空间利用率，必然会加速采购艾斯摩尔的最新一代曝光系统，这将为设备龙头带来极其稳固的长期基本盘支撑。市场的第三个担忧是关于下一代高数值孔径曝光机的未来。虽然台积电采用 High-NA 技术的进度略微落后预期，但高数值孔径曝光机的价值主张强大，在未来2到3年内被广泛采用是不可避免的趋势。High-NA 的核心优势在于，它能够在关键曝光层上为客户节省大约 20% 至 40% 的成本，并实现步骤的大幅简化。瑞银指出，传统浸润式技术在处理精密图案时需要27到60道繁琐步骤，大幅推高了成本与缺陷率。相较之下，低数值孔径 EUV 的3重曝光需要大约40道步骤，而如果升级到高数值孔径曝光机，仅需单次曝光就能将步骤缩减至个位数。英特尔近期宣称，单次高数值孔径曝光就能取代3次低数值孔径曝光与40道步骤，相当于将步骤缩减了10倍。不仅如此， High-NA 还能彻底解决晶圆厂中低吞吐量沉积制程带来的产能瓶颈。瑞银指出，高数值孔径单次曝光的有效每小时晶圆产出达99片，
而 SADP 的有效产出仅有每小时21片， SAQP 仅有12片。这意味着采用 High-NA 可以带来高达 365% 的产能提升，对比 SAQP 更是能实现高达 740% 的产能释放，对比双重曝光成长 80%， 对比三重曝光成长 170%。 华瑞认为，这说明 High-NA 本质上是一次颠覆性的制程革命。当前晶圆厂面临无尘室扩建成本高昂、设备堆叠繁复的痛点， High-NA 通过简化步骤，直接释放了无价的无尘室空间与产能，其为晶圆厂带来的良率改善与周转天数缩短，在先进制程世代具有绝对的垄断优势。在技术红利支持下，瑞银对艾斯摩尔的财务预测进行了大幅度上调。瑞银指出，他们将2027和2028财年的每股盈余预测分别调高了 9% 与 20%， 显著高于共识预期。财务模型显示，其 EUV 曝光机营收在2027年将实现 37% 的爆发性按年增长，2028年则成长 10%， 而其 DUV 曝光机营收也将在2027与2028财年分别按年增长 28% 和 24%。 尽管基本面强大，艾斯摩尔目前的估值却处于罕见低位。瑞银根据最新的财务模型推算，其股价仅相当于2027和2028财年预估本益比的26倍与21倍。相比之下，其过去12个月的本益比均值为30倍。更具吸引力的是，艾斯摩尔相对美国同业的估值溢价目前仅有大约 6%， 而在过去10年间，这项估值溢价的均值高达 84%。 华瑞认为，这代表当前股价提供给长期投资人极佳的安全边际。在出货量方面，瑞银预估2026财年艾斯摩尔的总出货量将达到380台，新机占347台；2027财年总出货量将达到442台，新机占414台。其低数值孔径 EUV 曝光机在2026和2027财年出货量预估分别为65台与84台。一个近乎垄断最顶尖曝光技术的霸主，本益比罕见回落至历史均值以下，且相对同业溢价压缩到极致的当下，无疑是本轮半导体牛市中风险回报比最具吸引力的投资机会。当然，任何投资前景都伴随着风险。瑞银指出，艾斯摩尔面临的主要下行风险包括全球宏观经济下行导致消费者需求走弱，半导体终端市场增速不及预期，进而引发晶圆厂客户缩减或递延设备资本支出。此外，作为全球最精密的科技设备，艾斯摩尔在推进下一代 High-NA 技术的客户导入时，也面临着技术与供应链上的执行风险，这些技术性风险仍需密切关注。华瑞认为，半导体行业的设备投资正从数量的扩张彻底转向制程微缩与简化。在这波由人工智慧与晶片海啸驱动的浪潮中，曝光机已成为物理极限的看门人。这一次瑞银的大幅升评，正是市场重新认识到曝光技术升级、记忆体微缩刚性需求的起点。然而，投资人在布局相关设备、测试界面或封测供应链时，也必须随时关注美债殖利率波动、先进晶圆厂装机时程与地缘政治变局对跨国供应链造成的扰动。在大宗资本支出周期中，精确锚定设备龙头的能见度与技术护城河，才是我们在科技升级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